生日那天，校草男朋友送我一只银手镯，还说银能聚财，我根本不信。没想到几天后，我竟然真中了1个亿，我满心欢喜的去领奖。可第2天，银行卡余额竟然一夜消失。更可怕的是，我下身瘫痪，面相也老了30岁。我哭着找男朋友求助，却发现原本是贫困户的他，竟然开上了跑车。而他那瘫痪的妹妹一夜间能站起来了，他60岁的妈也脱胎换骨似的变成了20岁少女。我质问他银镯是不是有问题，他却狠狠把我推到地上，骂我是疯子，说我电视看多了得了失心疯。含恨而死后，我竟然重生到了生日当天。此时男友正不怀好意地看着我，手里拿着银镯准备往我手上戴。好看的高质量小说千万，但人生胜利组这里占一半。全文一更到底，别忘了按赞、留言、分享、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精彩故事现在开始。生日宴上，刚唱完生日歌，闺蜜陈小文突然宣布，大校草裴继文为了表示诚意，特意给我准备了一份惊喜。裴氏祖传银镯，朋友们一听祖传2字，激动得纷纷起哄。我也很激动，不过这次可不是前世的开心。看到那散发着幽光的银镯，我死握紧拳头，意识到自己重生了。林月，我给你戴上。裴继文没察觉我的异常，在众人起哄声中，伸手要给我戴银镯。想到上一世这2人的谋划，我的手猛地往后一缩，咣当，红酒杯碎裂，原本热闹的气氛瞬间安静下来。男友狐疑地看着我，怎么了宝宝？闺蜜正拿着手机直播呢，她忽然把镜头对到我脸上，用拈酸吃醋又带着几分鄙夷的语气说，林月，裴校草明明这么帅，却偏偏喜欢你，你该不会是嫌弃他礼物吧？上一世我只当陈小文暗恋裴继文，却不知道他们早就狼狈为奸。今天他名义上是给我庆生，实际是和裴继文唱双簧。只要我敢说是，明天我就会被打上嫌贫爱富的标签，被全网唾弃。而我一旦如他们所愿，就会被彻底夺走财富、健康和年轻。想到这儿，我玩心大起，冲陈小文微微一笑，当然不是，只是觉得我们刚谈1个月，他就送我祖传的东西，未免太贵重了。听到我的解释，陈小文嫉妒的眼睛都要滴血，裴继文却肉眼可见地松了口气。宝宝，你总因为自己胖而自卑，但我说过，我喜欢的是你的内在。我想了很久，才想出送银手镯，礼物虽然俗了点，但意义非凡。说到最后，裴继文小心翼翼地问，宝宝，除非你真的像小文说的那样，嫌礼物廉价。上一世我对这散发幽光的银手镯本能抗拒，可一边是陈小文咄咄逼人，另一边是裴继文道德绑架，迫于压力，我只能收了手镯。这次众目睽睽之下，我冷笑一声，跟上一世一样，迅速收下手镯。不同的是，在2人松了一口气的目光中，我迅速把手镯往手上一套。啊，你怎么戴我手上？陈小文尖叫一声，仿佛碰到了要命的脏东西。他猛地站起身，疯了似的急忙摘手镯，一边摘还一边对我破口大骂，你个死胖子，这么诡异的东西凭什么戴我手上？我要被你害死了。我心中冷笑，感情这刀子不落在自己身上就不觉得疼。上一世直到我瘫痪，陈小文还以为我是遭了车祸，可见裴继文并不完全信任他。可他明明知道这个手镯能偷走人的财运，却还义无反顾地帮裴继文害我。如今我只是吓吓他，他就吓得脸色白如死灰，甚至忘了只有愿望达成，手镯的诅咒才会生效。我慢条斯理地欣赏着自己左手的绿色手镯，又细细打量右手水头更加的白色玉镯。你不总说手上空荡荡，想借我镯子戴2天吗？我今天只是借花献佛呀。再说，你不经我同意背我的包，还用我护肤品时，可曾问过我凭什么？好姐妹不分彼此，这可是你说的。以前我家和陈小文家差不多，可自从前几年我家拆了几千万，我爸又做生意赚了几个亿，陈小文就看我不顺眼了。我还当他只是过过嘴瘾，没想到他是真想让我死啊！陈小文吓得6神无主，啪的一声恶狠狠把镯子放桌上。林月，你别在这污蔑我，我可不像你这个啃老族，我是独立自主新女性。反应过来的裴继文气呼呼地冲过来，月月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他3步并2步把桌上的镯子拿起来，小心观察，看见没有损坏后，他严肃警告我，我知道你和小文关系好，但要是把我的东西随便送人，我可要生气了。以前我并不知道，裴继文之所以看上我这个胖女孩，是得知我家里有钱，而和我相比，家境一般的陈小文不是他的首选。以前我最怕裴继文生气，如今见我只盯着他，却不反驳，裴继文以为拿捏了我，表情得意洋洋起来。他一下把手镯戴我手上，眉飞色舞的诱哄，宝宝，你还没许生日愿呢，快许愿中奖1个亿，我家的银镯呀，可是聚财神器呢。我嗤笑一声，假装双手合十许愿，
刚睁眼，蜡烛还没来得及吹，裴继文就两手抓住我的肩膀，紧张追问：怎么样，宝宝？你许愿中1个亿了吗？我笑嘻嘻地说：当然没有啊，我生日为什么要中1个亿呀？裴继文没想到我竟没听他的建议，反应3秒后，他狠狠一拍桌子，猛地站起来，用几乎是嘶吼的声音对我咆哮：林月，你个大傻逼，你知不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？因为动作突然，周围朋友都懵了。裴继文，你脑子瓦特了吧？发什么疯？见他如此激动，我慢悠悠吹灭蜡烛，不仅笑眯眯看着他，还调皮地眨眨眼。亲爱的，既然你家银镯能聚财，1个亿怎么能够？当然要中10个亿呀！10个亿！见我笑嘻嘻，裴继文愣了，他脸上的表情从愤怒到惊讶，最后变成贪婪和大喜。听众人还在指责他，裴继文似乎才想起刚刚说了什么，他连忙坐下来向我赔罪：宝宝，我错了，刚刚是我太激动了，你别往心里去。我当然不会往心里去，毕竟我要的不是他的道歉，而是要他的命。生日结束，我在一个垃圾箱角落里找到一个下半身被截肢的女人，她满头跳蚤，用哀求的眼神看着我：能给我1块钱吗？或者给点吃的？我嘴角扬起笑：我给你一个重生的机会，要吗？忙完手头的活，我赶紧冲回家找我爸。我爸看到我很是吃惊：今天不是工作日吗？咋有空回来了？我爸拿到拆迁款后，在老家包了果园。陈小文的爸爸负责采买杀虫的农药。上一世，所有人都不相信我，只有老爸大手一挥说养我。可当我以为没了健康和年轻，至少能帮我爸打理果园时，回家第2天果苗全死了。原来是陈富维吃回扣，买的农药是假的，而且他为搞垮我家，让自家合伙的果园垄断，还故意散播虫疫。我爸因此一夜白头，被工人和贷款公司逼得跳楼。想到这儿，我赶紧让我爸彻查账目，还找信得过的人查看农药。我和我爸一夜没睡，连夜查看果苗生长情况。忙完这些，3天过去了，好在一切还来得及。陈府虽谈了合同，但还等我爸签字呢。我爸吓出一身冷汗，立刻去报案。我也终于能安心睡个觉了。一觉醒来，手机里有几10个来电，还有一堆裴继文的消息。宝宝，生日那晚买彩票了吗？中奖的话一定要告诉我哦。宝宝，我这几天去看了城中别墅，你看哪套更气派？宝宝，这辆特斯拉不错，你看怎么样？看着满屏的别墅和豪车照，我挑了挑眉，像看智障一样看着裴继文的头像。我回他：你确定？这辆特斯拉100多万。对面立刻回复：对呀，虽然只是中配，但也凑合了。说完，他又刷给我发来证件照。宝宝，买车的话记得写我的名字哦，开车有风险，这样的风险还是我来担吧。我忍着恶心回他：你现在1个月工资5000，抛开邮费，连自己都养不活吧？裴继文大言不惭：我不是有你了吗？宝宝，等你中了10个亿，咱家还缺这点钱吗？再说，陈小文都告诉我了，你爸给你买了辆50万的宝马，我是男人，总不能开的车比你差吧？我被他的无耻惊到了，你怎么不让你爸给你买？3分钟过去，裴继文气呼呼地回：宝宝，我不得不说你，父母养大我容易吗？我怎么能啃老呢？但你不一样，你是独生女，你爸的钱以后都是你的，不如让咱爸给咱提前准备婚房。说完，他翻出第1张别墅照，我看这套就不错，也不贵，就1个亿，写我名字就可以了，不然以后验房拿钥匙还麻烦你，这样我会心疼的。我忍不住翻了个白眼，这家伙可真行啊！我不回裴继文的消息，他却在网上以我的名义买各种彩票，还一个劲打电话让我准时蹲开奖。许是察觉我不高兴了，他又给我认错：宝宝，我只是太想和你有个家了，好想早点娶你做老婆哦。你要是对房车写名字有顾虑，先把钱放你银行卡里吧，记得哦，是放你自己名下的银行卡里，女孩子多点存款也是底气嘛，是吧宝宝？上一世我过完生日没回家，根本没看到裴继文这副嘴脸，如今他一个劲怂恿我搞钱，这是要为自己买豪车泡妞添砖加瓦呀，我可不能如他的愿。我索性直接辞职，还买了装备，每天在家健身。除此之外，我还在网上开了个账号，帮我爸卖水果。上一世我被裴继文骗，不仅是他和陈小文沆瀣一气，更重要的是我对自己不自信，才会长出恋爱脑，被渣男牵着鼻子走。如今上天给了我弥补的机会，我一定要从内到外提升自己。就在我成功瘦下10斤时，半夜裴继文忽然打电话给我，我直接掐掉，开启睡眠模式。第2天早上天刚亮，陈小文开了100里车杀到我家砸门：林月，你怎么说辞职就辞职？你知不知道阿文他们家出事了，他找你都快找疯了。我揉了揉惺忪的眼睛，懒洋洋地打了个哈欠：他家出事找我干嘛？我又不是他妈。陈小文被我这话噎住，气得用手指着我，你了半天。就在这时候，裴继文的电话又打过来，
在陈小文虎狼般的注视下，我只能接通。裴继文声音焦急：月月，你在哪？你知不知道我妹病情恶化了，我又找不到你，我都快疯了。医生说她的腿不知为什么忽然腐烂长毛，要截肢，做手术需要20万。月月，我和妹妹真的很需要你，你能来医院一趟吗？要是换做以前，我或许真会第一时间冲过去。可现在，我慢悠悠地喝了口水。你妹病情恶化，找医生啊，找我干嘛？再说，那是你妹，和我非亲非故的，难不成要我出20万？没想到我说话这么难听，裴继文被噎得说不出话来。可陈小文这个纯爱战神却听不下去了，他忽然冲上来，一把抢过我的手机。林月，你未来小姑子病了，你却在这说风凉话，你还有没有良心？我不管，今天我一定要把你带去医院。好啊，我本来也打算看看裴继文妹妹裴静的下场，既然如此，我不如趁此验收第一波成果。我到医院时，裴静刚被人从手术室推出来，她惨白着一张脸，看到我来，先是朝我翻了个白眼，然后又看了眼我身后，确认我只是人来，两手空空后，裴静尖酸着嗓子，阴阳怪气地说：切，真的只出了个人啊？有些人啊，见死不救就算了，看病人连个人餐燕窝都不带，真是个不要脸的周扒皮。我和裴继文之所以在一起，是在马路上偶遇坐在轮椅上晕倒的裴静。那时我迅速拨打120，还陪他到医院，甚至垫付了1万块住院费。可我的好心并没换来裴静的感恩，相反，上一世我遭逢巨变，打了几十个电话也找不到裴继文后，我终于找到裴静。我求他看在曾经的救命之恩上，把裴继文的下落告诉我，他却恩将仇报，让他手里的吉娃娃来咬我。看我坐在轮椅上拼命挥手，却还是拦不住吉娃娃一口一口咬着我没有知觉的腿。我绝望哀嚎，裴静却站在一边笑出了鹅叫。这太好笑了，哈哈！林月，这种无能为力的感觉是不是很美妙啊？你当初救我，不就是想让我对你感恩戴德吗？怎么样，我这感恩的方式你喜欢吗？我不顾手上的疼痛，死死掐着吉娃娃，恶狠狠冲他大喊：裴静，要不是我及时打120，医生说你就要截肢，你这样对我就不怕有报应吗？裴静一脚踢开吉娃娃，嘴里嘟囔了句真没用后，他抱着胳膊居高临下看着我。报应？呵，那可是我家祖传银镯，一旦生效就没法恢复。你想报复我？想我瘫痪截肢？略，等下辈子吧。裴静冲我做了个鬼脸，脸上全是嚣张和肆无忌惮。想到这，看到裴静那张尖酸刻薄的脸，我故意侧着身，让他看到我因为健身而结实健康的大长腿。哎呀，真是不好意思，我的钱都用来买健身器材了呢。裴静，你看你截肢也有好处，毕竟可以省下来一大笔健身的钱了，是吧？裴静气疯了，冲着裴继文大喊：哥，为什么他的腿好好的，为什么截肢的人不是他？你不是说诅咒就要生效了吗？我故作疑惑，盯着裴继文追问。他连忙让护工把裴静推走，然后开始糊弄我。宝宝，我妹是受不了刺激才风言风语，毕竟医生之前都说她腿有望恢复，可谁知竟然长毛发霉，还严重到截肢呢。说完，他又上下打量我，眼神审视。宝宝，2周没见，你好像有些不一样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是啊，不知为什么头发越来越白，身体也力不从心，所以才想着健身嘛。听我这么一说，裴继文脸上的疑虑瞬间消失，他开心的嘴角都快压不住了，语气迫切：你说真的？我把假发摘下，露出前几天刚染的奶奶灰。裴继文脱口而出：真是太好了，那彩票的事呢？许是意识到自己反应不对，他假咳几声：宝宝，我的意思是，你开始健身真的是太好了，那彩票呢？中了多少？我拿出手机，打开之前准备好的软件，你看，1万块。什么？1万块？裴继文以为自己看花眼了，一把抢过我的手机，疯狂搜索最近的中奖号码。忙完这些，已经过了半小时，他声音带着哭腔：我买这些彩票花了都不止1万了。说完，他又看向我：林月，你生日那晚真的许愿中10个亿吗？我那晚根本没许愿，可这不妨碍我睁眼说瞎话。当然，动嘴皮的事，白日做梦谁不会啊？裴继文看了一眼我花白的头发，像是找到安慰。算了，我记得还有一张彩票过2天才开奖，也许10个亿就在那里。说完，他把彩票小心翼翼收好。宝宝，等你中了10个亿，我就有豪车别墅，我妹的腿也有救。裴继文像看救星一样看着我，我心里冷笑，恐怕要让你失望了。因为上次辞职突然，这次回来，我特意第2天去朋友公司办理离职手续。坐电梯时，在小红书上刷到个求助贴，今天忽然长出来的，这是什么？照片里，一个年轻男孩的胸口上爬着几道丑陋的疤痕，我一眼就认出，
这是裴继文的小号。看样子，那个老乞丐在和裴静互换健康后，要开始掠夺裴继文的年轻了。下面有人回复，这是老年吧，楼主，你最近是不是做了什么亏心事？求助贴被迅速删掉。没几分钟，我就收到裴继文的消息，宝宝，上次和你说的车子和房子，你看的怎么样啊？听说你今天回公司办手续，我特意在你公司楼下等你哦。今天太阳那么大，他故意选了个最晒的位置。为了发朋友圈，他甚至拍了张自拍照。老婆忙着工作，我忙着想他。借着上次生日会，他加了我不少好友。很快，他的朋友圈一群人点赞，真是好男人，做你女朋友真幸福。我冷笑，以前我让他来公司接我下班，他嫌我胖找借口不来。如今看我瘦下来变漂亮，这是想在顺走10个亿前，从钱和人上彻底榨干我呀。我正想着怎么让鱼儿咬钩，这时一条特立独行的回复冲进评论区，这么热的天，却让你男朋友坐在楼下。林月，你怎么那么不懂事？我一看，哟吼，这不是昨天送我到医院，却又被一通电话叫走的陈小文吗？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。你看，鱼儿主动上钩了。我正在给陈小文编辑消息呢，他的短讯就急吼吼地发过来。林月，我看你们全家良心都被狗吃了。我爸任劳任怨在你家打工，你爸竟然告我爸贪污。阿文对你这么好，你竟然连个咖啡都不给他点，你和你爸的良心不会痛吗？上一世我家破产的时候，陈小文 LV 包包拎到手软，我才不信他不知道他爸干的那些龌龊事呢。至于裴继文，他对我怎么好？是那种偷走一切，把人弄得生不如死的好吗？我点了一杯星爸爸，轻飘飘的回复。所以呢，你想说什么？陈小文一副为了真爱与黑暗势力抗争的模样。林月，是你背叛了我们的友谊，既然如此，你别怪我无情。现在我向你正式宣战，我要把阿文抢过来。我很配合地回了句，什么？你是说你和阿文？陈小文得意洋洋，你还不知道吧？我早就喜欢阿文了，要不是因为你有2个臭钱，你以为阿文能看上你？我爸早就和我说了，你家果园出了问题，果子很快就要烂地里了，等你买的彩票还不中奖，我就不信阿文还会因为你拒绝我。陈小文的愚蠢真是把我惊到了，明知道裴继文和我在一起是为了钱，他还妄想这样的人能有真心。见我没回复，陈小文又给我发了个截图，截图里他给裴继文赚了500块钱，让他找个凉快的咖啡厅坐坐。裴继文没拒绝，立刻点了收款。陈小文耀武扬威，看到了吗？阿文对我是有好感的，识相的，你主动退出。好感？我呸！裴继文那是对钱有好感，但此刻我正缺个全身而退的借口。我刚打算提分手，保安打电话说裴继文吵着要见我。等我走到公司楼下，就看到裴继文失魂落魄踉跄的身影。见我走来，他的声音甚至带了些恐惧。月月，医院刚刚给我打来电话，说裴静他死了。陈小文提前一步来到医院，看到我顶着一头奶奶灰，穿得又穷酸，他眼里闪过一丝得意，冷哼一声，林月，都是因为你不肯出20万，裴静才死的。听保安说裴继文发疯后，我特意问清洁阿姨借了件洗得发白的衬衫，还匆匆化了富憔悴的妆容。我装作一脸木讷，小文，你在说什么胡话呀？我家果园出了问题，我又辞职没工作，哪拿得出20万啊？在医院里，陈小文光鲜亮丽，而我像个40岁的村姑。裴继文的妈妈就在这时走了过来，她看都没看我一眼，视线直接停留在陈小文身上。你就是阿文的女朋友吧？陈小文眼睛一亮，挑衅地看了我一眼后，抓着裴母殷勤道，阿姨您节哀，有什么需要您尽管开口。裴继文把衬衫的领子立起来，盖住褶皱塌陷的皮肤。行了，先去看看裴静吧。停尸间里，裴静眼圈凹陷，头发干枯如稻草。明明只分开1日，她身形干枯的像是被人吸走了精气。裴母碎碎念道，医生说她这样的案例闻所未闻，谁也不知道为什么明明手术恢复得很好，一夜醒来就成了这样。要我说，裴静这是死得好啊，她这样忘恩负义的人留在世上才是祸害。但我面上还要装作沉重，甚至流下2滴开心的眼泪，毕竟这一切都是我一手布局。因为我把银镯交给乞丐时，叮嘱他银镯能让他重回23岁，那时候他年轻健康，有重来一次的机会。而让一个60、70岁一身病的截肢老乞丐重回23，这样的反噬足够裴继文一家3口死无葬身之地。陈小文为了献殷勤，忙着跑裴静的身后事，而我在走廊拐角听到裴继文和他妈的争论。什么？你说你求的是财富，可你明明和我说要年轻，还说要和那小白脸双宿双飞。哎，儿子你别生气呀，妈经姐妹提前想开了，年轻和钱相比，哪有钱能留得住男人心啊？上一世我从裴母口里得知，
所谓的财富、健康和年轻，取决于裴家人对这3样的渴求程度。而裴母之所以想要年轻，是因为她看上个40几岁的大叔，可大叔更喜欢年轻妹妹。重生后，我立刻潜伏进裴母的姐妹圈，向她洗脑钱要比年轻可靠多了。裴继文狠狠一拳砸到墙上，他气得要死，草泥马，怪不得我身上的皮老的都耷拉下来，是不是被那破镯子反射年轻？裴妈看到儿子身上死灰色的皮肤，吓得连连后退。裴静该不会就是被健康反噬死的吧？裴继文像是想到什么，一下把之前视若珍宝的彩票狠狠扔到地上，为了解气，还用鞋子死跺了几脚，什么狗屁传家镯，什么中10的亿，我看那镯子就是个晦气玩意，你快找大师化解。裴母吓得腿一软，整个人跌坐在地上，像是想到什么，她连忙从怀里掏出手机，等看到屏幕上的数字，她嘴唇颤抖，脸色灰白。完了，3毛，我银行卡里的钱只剩3毛了啊，我不活了。可裴继文还不甘心，他狠狠拎着他妈的衣领，死老太婆，我问你话呢，怎么样才能化解？裴母眼神空洞，温热的泪水打湿她苍老的皮肤。我哪里知道，我甚至都不知道这镯子有用，之前和你说的那些都是听说的。裴继文手一松，整个人像被抽去灵魂，绝望地跌坐在地。就在这时，清脆的高跟鞋声从走廊传出，裴母眼珠子一转，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。儿子，你不说你那女朋友有钱吗？咱可以靠她呀。裴继文眉头一皱，显然他第一反应是我。裴母破涕为笑，我看你那女友穿戴都是高价货，她不是说有啥需要找她吗？咱缺钱，她有钱，这不正好是天作之合？裴继文这才意识到他妈说的是陈小文，他绝望的面上顿时松了一口气。你说的对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我本以为裴继文会和我提分手，没想到他竟然提出和我结婚。我诧异地看着他，以为自己耳朵听错了。阿文，你疯了？说这句话的不是我，是陈小文。打着感谢之前关注裴静的名义，裴母请我和陈小文吃饭。4人餐桌上，裴母笑眯眯地说，小林啊，自从裴静走了后，我就只剩阿文这个儿子了，所以我想让他早点成家，好为裴家生个一儿半女。说完，他又瞄了一眼陈小文，我知道你和小林是闺蜜，我们家娶媳妇没什么钱，所以想请你劝劝，因为我家彩礼只出得起8800。什么8800？虽然我巴不得裴继文有多远死多远，但8800这种话他都能说得出口，我忍不住气得直接站起来。陈小文也一脸懵，可看到我反应这么激烈，逮着机会给我不痛快的他，很快就镇定下来。见我吃瘪，他笑眯眯地说，阿姨您别这么说，结婚给彩礼都是封建思想，作为新一代女性，我们结婚应该是为了爱，而不是为了钱。说到这，他鄙视地瞥了我一眼，林月，你家水果都免费送人了，你现在又为生计愁得白了头，你不会以为一无所有的自己还配得上阿文吧？听陈小文这么一说，裴母和裴继文相视一眼，我瞬间了然，对，这2个死东西，这是把儿子当筹码让我和陈小文竞价呢。我当然不会着了他的道，不然让我爸故意装生意不好的戏就白搭了。陈小文不是嫉妒我家有钱吗？不是把裴继文当白月光吗？我正好抽身，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，对付这2个亡命徒，我继续示弱。我死死攥紧拳头，身体因为激动而颤抖。阿文，虽然我没钱又不漂亮，但我心里还是有你的。陈小文大手一挥，阿文，只要你娶我，等你和我结婚，我名下的房子就加你的名字，而且我彩礼一份不要，我爸许诺给我买的宝马 X5我送给你开。桌上，裴妈笑歪了嘴，裴继文狠狠压住手腕的死皮，生怕被我们看见，而我只能一边扯着嗓子大哭，一边失望地跑出了餐厅。下午，陈小文就晒了2人的结婚照，还配文，年少不可得之物，终将困其一生。我很幸运，伸手摘了自己的白月光，他特意艾特我，寻求我的祝福。我看着2人的结婚照，不由感叹，真好啊，毕竟垃圾就要配垃圾桶。我在下面真心回复，祝你俩长长久久，百年好合。陈小文给我发来私信，我知道你就是嫉妒，才不是真心祝福我。我好心提醒，希望你不会被他们母子俩吃干抹净。陈小文立刻喷我，就说你是嫉妒吧，你还嘴硬不承认。放心，我会过得比你幸福。我不再回复，好言劝不了该死的鬼，是他还上一世债的时候了。接下来，裴继文忙着晒他的朋友圈，豪车加名表，图片上只露出脸，还盖着一层厚厚的粉，估计死皮已经蔓延到脸上了。而陈小文的朋友圈却非常冷清，甚至连那张结婚照都不知什么时候被删掉了。我偶然听人说，陈小文不知为什么，竟然在领证第2天就打起了离婚官司。我冷笑，再好的白月光变成木乃伊，是个人都下不去嘴巴。
听说裴继文死活不同意离婚，裴妈甚至拿出陈小文的私照，威胁他要是继续闹就放网上。听我爸说，陈小文不得已回家向他爸求助，可陈父之前的合作伙伴是个骗子，从他那骗走所有积蓄，还忽悠他背上100万贷款后跑了。也对，上一世陈父是搞垮我家后亲手把关合伙人，而这次他急于打败我爸，连合伙人的底细都没细查。两个穷途末路之人想回家卖房子，可老家的房子早被法院收走，陈小文的新房在结婚当天就被过户成了裴继文的名字。陈小文又一次回家要卖房，却被扫地出门那天，我正好在路边卖水果，见到不远处还在骂骂咧咧的裴母，我给陈小文递了个苹果。陈小文，姐妹一场，这袋子苹果你拿去吃吧。陈小文见到我愣了半晌，当他看到我裹着头巾，在寒风中冷得直搓手跺脚时，同病相怜的处境终于唤醒了他那稀薄的10几年姐妹情。他那双暗淡疲惫的眼里，终于流下忏悔却廉价的泪水。月月，没想到你也过得这么不好。月月，是我错了，当初我就不该听裴继文的鬼话，想着法子对付你。我现在家破人亡，房子车子被那母子俩霸占，稍微有点钱就被裴继文抢去，不然他就对我拳打脚踢。说着，陈小文露出手上歪歪扭扭的疤痕，痛哭流涕。我怎么这么倒霉啊？这种苦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？我往手里哈了口热气，怕他想不开，还把袋子往他面前挪了挪。日子总归要过下去的，小文，来日方长呢。我特意强调最后这句话。本来眼里还蓄满泪水的陈小文，像是意识到什么，他猛地看着我，下一秒忽然眼冒凶光，抄起我摊子上的水果刀，飞速往骂骂咧咧的那个身影冲过去。啊！只听一声尖叫，裴妈直接满身是血倒在地上，众人散作一团。我深深叹了口气，慢悠悠地收拾租来的摊子，拿下头巾，我露出早就染回来的栗色大波浪，吹了个口哨，买1送1。裴继文，就差你了呢。自从和陈小文领证后，满脸皱纹像干涸树皮一样的裴继文根本不敢出门。可如今他妈咽了气，陈小文又被抓进局子里，债主3天2头来砸门，裴继文不得已只能全副武装，贼头贼脑的出门。当然，我不会轻易放过他，我早就买通人，一天24小时盯着他的动向，只要他一出门，那人就会通知债主。冤有头债有主，我只是不想纵容老赖，违法犯罪的事咱不做。于是晚上9点，在城市角落，裴继文被追到天台。你们凭什么问我要钱？问你们借贷的是陈小文，又不是我。事已至此，裴继文还死死护住他手里的表。也对，因为房子和车被法院收走后，他手上的名表是裴继文风光时刻的唯一见证。陈小文已经把你家暴、抢占个人婚前财产、盗用身份证、借贷的证据交到警局了。事到如今，我也没必要藏着掖着了。当我穿着珠光宝气，一身鲜亮的站在裴继文面前时，裴继文又惊又怕。林月，是你？你是不是来报仇的？我笑着看他，并不否认。裴继文被刺激到，对我大喊大叫。不对不对，我肯定在做梦。现实里我开着豪车，有花不完的钱。同行的大哥嗤笑一声，这哥们电视看多了，得了失心疯了。听大哥这么说，裴继文又狠狠瞪着我。镯子，林月，我给你的银镯呢？我从怀里掏出来，扔到裴继文脚下。你说的是这个？早在老乞丐如愿后，我就找茅山道士解了上面的符咒，为了以防万一，道士直接把银融化了。而现在我扔给他的，只是个20块钱的假银镯。可这些日子接二连三的打击，加上如今不人不鬼的折磨，早就让裴继文精神崩溃。见到唯一能改变命运的东西，裴继文疯了。他抓着银镯又哭又笑，哈哈，我要豪车美女，我要有花不完的钱，我要回到现实。接着他纵身一跃，直接从天台跳了下去。众人面面相觑，要账的人也面面相觑，这人怎么回事？我都还没开口呢，我指着头顶的摄像头，是他自己发神经，警察会还我们清白。说完，我直接打了110报警。从此以后，我的世界没有怪力乱神，只有努力和汗水。番外有个23岁的小姑娘来我家果园应聘，还问我为什么要帮她。我一边包着水果，一边漫不经心地说，你相信前世报吗？我梦见自己临死前有个乞丐撕下自己的衣服盖我脸上，所以我相信他不是个坏人，愿意给他重新选择的机会。